被沈家认回时，我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沈外主刀。23年，他们连一桩娃娃亲都没给我留。踏进沈家大门才知道，当年定下的亲事对象，却连一丝收索都没有，是陆家长孙陆衍舟。可那个在沈家养了23年的假千金，抢在我回来前嫁进了陆家。我收到那份 DNA 鉴定报告的时候，刚从手术台上下来，患者是一位73岁的退休教授，夹在大脑中动脉分叉处，稍有不慎就是术中破裂。我摘下手套，指尖还带着微微的麻木感。护士递过来手机，屏幕上是一条未读消息，发件人写着京城协和医学鉴定中心。我点开页面加载的那几秒，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23年前的事了，我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的。小镇上的人嘴碎，3岁那年就有邻居当着我的面说这是捡来的。父母是好人，开了间小诊所，日子不富裕，但供我读书上医学院，从没亏待过我，只是他们走得早。养父5年前胃癌去世，养母第2年也跟着走了。临终前，养母握着我的手，奶奶，你亲生父母是京城的人家，当年是被人调换的，不是他们不要你。他把一张泛黄的纸条塞进我手心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，沈家。我没有去找，不是恨，是没必要。我那时候已经是省人民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，手上接过上百台高难度神经外科手术，论文发到了柳野刀等子刊上。我不需要一个姓氏来证明什么，但3个月前，一个自称沈家管事的人找到了我工作的医院。他说沈家找了我23年，他说沈家很想我回去，他说沈家亏欠我太多。我当时正在看片子 ，CT 影像上是一个巨大的脑膜瘤，我用笔在胶片上画了个圈，头都没抬。做个鉴定吧。现在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匹配度99.99%。我是沈家的亲生女儿，排行第3，上面有2个哥哥。我关掉手机，把白大褂挂回更衣室的柜子里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一件洗得有些旧的灰色卫衣、牛仔裤、帆布鞋，跟豪门格格不入。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素面朝天，马尾扎得利落，唯一能看出点什么的大概是那双眼睛。养母说我的眼睛很亮，像是藏了把手术刀。走出医院大门时，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路边。三小姐，沈老爷子想见你。我站在原地看了那辆车2秒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上车之后，管事递过来一个文件袋。这是家里的一些钱，您录上。我打开文件袋，第1页是沈家的家族信息。沈家，京城4大家族之一，产业涵盖地产、医药、金融。家主沈老爷子今年78，身体硬朗，育有1子。我的生父沈鹤鸣，现任沈氏集团董事长。沈鹤鸣有3个孩子，长子沈延洲，次子沈延清，以及原本的3女儿。我翻到第2页，上面写着沈妍希，养女，自幼被沈家抚养，现与陆家长孙陆衍舟完婚。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，挽着一个高大男人的手臂，站在花团锦松的婚礼现场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3秒，管事的声音从前排传来：三小姐，沈妍希是当年被调换的那个孩子，23年来，我一直与沈家3个月前做亲子鉴定才发现，这不是沈家的血。我把照片放回文件袋，她嫁的那个人是谁？陆家长孙陆衍舟，当年沈陆两家订过娃娃亲，原本那桩亲事是。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。23年，他用我的名字住我的家，享我的福，最后还嫁了我的未婚夫。我睁开眼，嘴角弯了一下，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。沈家老宅在京城北4环外的一片私家庄园里，车子驶过2道安保门，沿着银杏大道往里开了将近5分钟，才看到主宅的轮廓。3层欧式建筑，白色大理石外墙，门前的喷泉在夕阳下照金光。我下车，脚踩在青石板路上，大门敞开着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厅里，身边站着一男一女，看年纪应该是我的生父和生母。老人看见我的那一刻，手里的拐杖猛地在地上点了一下，整个人往前迈了2步，眼眶红了。他嘴唇哆嗦着，抬起手想摸我的脸，又缩回去，像是怕我躲。我没躲，但也没上前，我站在3步远的距离，平静地看着他。沈老爷子好。这一声把老人眼里的泪逼了出来，他用力闭了闭眼，转头看向身后的男人。鹤鸣，你看看，这是你女儿，你看看她像不像她奶奶年轻时候？我的生父沈鹤鸣走上前，50多岁的人，西装笔挺，发丝纹丝不乱，是个典型的商界精英模样。但此刻他的下颌线在微微发抖。小何，爸对不起你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平静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过去的事了。沉默了几秒，我生母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我的女儿，泪水糊了满脸。妈找了你23年，你在那个小地方吃了多少苦？他说着就要抱我，我侧了一下身，没让他抱上，不是故意冷漠，是真的。23年太长了，
尝到眼前这些人对我来说只是陌生人。客厅里摆了一桌子菜，管家说都是按我的口味准备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来的我的口味。坐下之后，沈老爷子把一把钥匙推到我面前，这是你的房间钥匙，3楼东边最大的那间套房。还有这个，他又推过来一张黑卡，卡里有2000万，当做这些年的补偿，你先用着，以后集团那边会给你留股份。我没动那张卡，我不缺钱。老爷子愣了一下，我是神经外科医生，年薪加手术绩效够我生活。这些年没人帮我，我也过来了。整张餐桌安静了3秒，我生母红着眼低下头，我没有刻意让他们难堪的意思，只是在说事实。客厅门突然被打开，走进来2个年轻男人，看长相应该是我2个哥哥。大哥沈延洲30岁，已经在集团担任副总裁，气质沉稳；二哥沈延清27岁，管着家族的医药板块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看起来斯文些。2个人看到我都明显顿住了。你就是小何。他走过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目光从我脸上扫过。你长得真的很像奶奶。这句话让我十分意外。二哥跟着坐下，推了推眼镜。你现在在哪工作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。省人民，你是主治？副主任医师，去年刚升。他皱眉，似乎在算什么。你今年才23、24，本硕博连读提前毕业，规培也是提前考过的。餐桌上再次安静，这次是一种有些复杂的安静。我夹了一口菜，没有再说话。饭吃到一半，管家来通报，老爷，陆家那边打电话来了，说明天的宴会想邀请3小姐出席。沈老爷子放下筷子，脸色一变，什么宴会？陆家后天是陆老爷子的办事手，邀请了京城各大家族，按理说沈家是不去。我明白了，陆家就是那个娶了沈妍希的陆家，我的前未婚夫家。去，有什么不能去的？第2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去了趟医院，不是省人民，是京城的协同。我之前收到过协同神经外科主任的邀请，让我来做一台会诊，一个罕见的脑干海绵状袖拐瘤病例，全国能做这个手术的人不超过5个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走进协同大门的时候，我还穿着那件灰色卫衣。请问您找哪位？前台护士看了我一眼，露出职业微笑。神经外科王建国主任。王主任今天在专家会诊，您有预约吗？我就是会诊的人。护士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电脑屏幕，大概是觉得我太年轻了。我没解释，直接上了电梯。会诊室里坐着7、8个人，都是50、60岁的主任级别。白大褂上的名牌写着各大3甲医院的名字。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过来。小何来了，快请坐。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，低声问：老王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，也太年轻了吧？别看年纪小，去年那台大脑中动脉巨型动脉瘤手术，你们都看了论文吧？就是他做的。会议室安静了一瞬，我坐下来，翻开面前的病历资料，扫了2眼 CT 和 MR 影像，拿起笔在膏片上圈出一个位置，瘤体在脑干腹侧，比邻面脑前宫中出脑干区域，常规入路会损伤周围正常组织。我建议走远外侧入道，从枕库后方进入。我一边说，一边画出手术路径。7、8双眼睛盯着我画的那条线，没人说话。3秒后，坐在最左边的一位院士级专家点了点头。这个入道精妙，能最大限度保护脑干功能。小姑娘，功底扎实。会诊结束后，王建国把我送到电梯口，压低声音：小何，你知道今天那个病人是谁吗？我看他一眼，陆家老爷子，陆衍洲的爷爷。我按下电梯按钮，门打开，我走进去。知道了。电梯门合上之前，我看到王建国在外面一脸复杂的表情。我靠在电梯壁上，闭了闭眼。明天就是陆家的寿宴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交集。回到沈家的时候，我生母拿着一条裙子在客厅等着。小何，妈给你准备了明天宴会穿的裙子，你试试合不合身？一条香槟色的礼服裙，看吊牌是某个奢侈品牌的定制款。谢谢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嘴张了张，最后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。你从小就这样，不爱麻烦别人。他说这话时眼眶又红了，我抿了抿唇，没接话，拿着裙子上楼了。关上房间门后，我把裙子挂在衣柜里，自己坐在窗台上发了会儿呆。窗外是庄园的后花园，月光把草坪照得发白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明天见到沈妍希，我该是什么态度？恨他，谈不上。他当年也是婴儿，被调换这件事不是他的选择。但后来呢？管事说3个月前鉴定结果就出来了。沈妍希知道自己不是沈家血脉之后，第一件事是加速嫁进了陆家。在我被认回之前，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，娃娃亲、家族资源、身份地位。他知道我会回来，所以抢先一步把能拿的都拿了。行，那明天就看看他拿走的那些东西撑不撑得住他。陆家的寿宴设在城郊的一座私人庄园里，规格极高，红毯从大门铺到宴会厅，两侧站着穿黑色西装的安保人员。停车场里一排排豪车挤得密密匝匝。沈家的车停下来，管事拉开车门，我穿着那条香槟色礼服下了车，没做多余的打扮，
头发只是简单挽了起来，露出一截清瘦的脖颈。沈老爷子走在最前面，我跟在他身侧。进门的时候，有不少人侧目，我听见有人低声议论：“那是沈家的人，中间那个年轻女孩是谁？没见过。”不知道，可能是哪个旁系的吧？看穿着也不像什么大人物，鞋子好像还是平底的。我确实穿了平底鞋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，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悬在穹顶，光线洒下来像碎金。沈老爷子带着我往主桌走，走到一半，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，一个穿着红色礼服的女人快步走过来，挽着一个高大男人的手臂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。沈妍希，她和照片上一样漂亮，甚至更漂亮，妆容精致，红唇艳丽，钻石项链在锁骨上闪着光。她旁边的男人陆衍舟，身高1.8米几，轮廓深邃，薄唇微抿，周身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淡气质。沈妍希走到沈老爷子面前，亲昵地挽住老人的手臂。您来了，我和兖州等您好久了。老爷子没有说话，空气里出现短暂而微妙的停顿，他的眼神在我脸上扫过，顿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这位是？沈老爷子的脸色沉了沉，还没说话，沈妍希已经转向我，伸出手。你好，我是沈妍希，爷爷的孙女。他故意的，明明已经知道了鉴定结果，知道自己不是沈家血脉之后，此刻当着所有人的面自称爷爷的孙女，是在宣示主权，也是在试探我的反应。我看着他伸过来的手，没有去握，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。你好，我是沈河。就这2个字，沈妍希的笑容僵了一瞬。沈河这个名字他不可能不知道， DNA 报告上白纸黑色写着，沈家真正的3小姐名字就叫沈河。目光在我和沈妍希之间来回打，气氛微妙。妍希，走了，该入席了。沈妍希收回手，笑容恢复如常，挽着陆衍舟的手臂走向主桌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侧头：沈小姐，欢迎回来。不过有些东西先来后到，你应该……我偏了偏头，看着他的侧脸，他的耳垂上戴着一对翡翠耳环。那对耳环我见过，文件袋里有张照片，是沈家祖传的，原本该给沈家嫡女的。我收回目光，没有说话。寿宴的流程很标准，致辞、敬酒、寒暄，鼓持交错间全是京城名流的体面和虚假。我坐在角落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没动的红酒。大哥沈延舟坐在我旁边，低声说：“小何，待会儿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是沈家3小姐，这是爷爷的意思，今晚就把你的身份公开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不急。什么？再等等。他皱了皱眉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被我淡淡的目光堵了回去。宴席进行到一半，陆家管事上台宣布：陆老爷子身体抱恙，今晚由长孙陆衍舟代为主持，望各位海涵。台下一片哗然。陆老爷子没出席自己的80大寿。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脑干海绵状血管瘤，如果不尽快手术，随时可能出血，出血就是植物人，甚至死亡。陆衍舟站在台上致辞的时候，面色如常，看不出情绪变动，但我注意到他握话筒的手指指节发白。致辞结束后，他走回主桌，沈妍希立刻凑上去，小声说了什么。陆衍舟没回应他，只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这时候，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年轻男人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。这位小姐面生得很，怎么称呼？我抬头，来人长相清俊，笑容温润，但眼底带着一种审视。陆家的陆令安、京城4家族之一，和陆家关系不错。不知小姐是沈家哪一府的？我还没回答，一个声音从不远处插进来。她是我们家远房亲戚的女儿，来京城走走。沈妍希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站在顾临安身边，笑盈盈的。她挡在我前面，替我回答了。这个回答很聪明，既没说谎，又把我的身份定义成了远房亲戚，无足轻重。哦。顾临安哦了一声，似乎失了兴趣，转身要走。沈妍希，她转过头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大概没想到我会当众叫她全名。我看着她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你替我回答问题之前，是不是该先看看自己的 DNA 报告？整桌人都安静了，沈妍希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他的笑容还挂在脸上，但眼睛里已经有了慌乱。顾临安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，周围至少有5、6桌的人听到了这句话，纷纷看过来。沈妍希攥紧了手里的酒杯。沈河，你在说什么？这种什么场合都一样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他嘴唇发白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。这时候沈老爷子放下筷子，缓缓站起来。老人看了沈妍希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，最终开口：各位，今天借陆家这个场合，沈家有件事要宣布，我沈家的亲生孙女沈河今天回家了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沈妍希身上。至于沈妍希，她不是沈家的血脉。寂静维持了3秒，然后是低声的议论。沈妍希的脸白得像纸，她后退一步，撞在身后的椅子上，整个人摇了摇。我低头理裙摆上的褶皱，坐了回去，端起那杯红酒，浅浅抿了一口，不难喝。寿宴后的3天，京城名流圈像被投了颗炸弹，沈家真假千金的消息传遍了各大圈子。有人感慨沈河命苦，在小地方长大23年，报错的终究是报错。有人嘲笑沈妍希，更多的人在观望沈河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不值得结交。我没理会这些。鉴定结果公布后的第2天，我就去了协同，开始准备陆老爷子的手术方案。是的，我接下了这台手术，不是为了陆家，不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娃娃亲，纯粹是因为这个病例罕见，手术有挑战性。我是医生，救人是本职。手术安排在5天后，这5天里，我每天泡在协同的影像室和模拟实验室，
反复推演手术入路。第3天下午，我正对着3D 打印的颅骨模型比划手术角度时，门被敲响了。推门进来的是陆衍舟，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眉眼冷峻，站在门口看了我2秒。你就是给我爷爷做手术的医生？他的语气里有明显的质疑。我放下手里的器械，对他走近2步，目光扫过我面前的器械和模型。你多大？24。从医几年？算上规培5年。换人。陆先生，这台手术全国能做的人不超过5个，其中2个在国外，1个刚退休，1个手抖。你要换人，可以去国外请。他的目光变了变，或者你可以去问问王建国主任，问问协和那8位专家是谁提出的手术方案。他站在原地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身走了，没再说话。门关上之后，我重新拿起器械，做了几百台手术的手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质疑而抖。当天晚上，王建国打电话来，小何，陆家那边打了招呼，不反对你。我嗯了一声。不过我听说陆衍舟去查了你过往的所有手术记录和论文，花了1下午时间。查完了？查完了。据说看到你那篇发在《柳叶刀神经病学》上的论文时，坐在办公室里10分钟没动弹。我挂了电话。窗外的夜色很沉，远处的城市灯火像星子一样散落。我想这个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就是沈河，就是那个被他老婆占了位置的沈家3小姐，也是他原本的娃娃亲对象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5天后的手术。手术那天，我凌晨4点到的协同，手术室已经准备就绪，护士递过来无菌手术衣，我一件件穿戴好，帽子、口罩、手术衣、手套，镜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7点整，患者被推进手术室，陆老爷子躺在手术台上，已经被麻醉。我站在他头侧，调整好显微镜的角度。开始，手术室外的家属等候区里，陆衍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旁边坐着沈妍希，他来了，以陆家孙媳的身份。走廊里偶尔有护士经过，沈妍希拉住一个问：主刀医生是谁？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手术进展？手术进行中，不方便透露，家属请耐心等待。衍舟，我听说主刀的是个很年轻的女医生，才20多岁，这能行吗？爷爷的手术可不是儿戏。他可以。里面的手术持续了9个小时，9个小时里，我的世界只有显微镜下那片方寸之地。脑干表面的血管瘤像一颗紫红色的桑葚，嵌在最致命的位置。我用双极电凝一点点处理周围的供血动脉，手指稳得像机器，离断、止血、缝合，每一步都精确到毫米。下午4点17分，我放下最后一把器械，手术完成。监护仪上的数据平稳，没有出血，没有并发症，脑干功能完好保留。我摘下手套，指尖微微发麻。9个小时不吃不喝，背部已经酸得直不起来，但我脸上没有表情。换下手术衣，走出手术室。走廊里一群人围上来，打头的是陆衍舟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速度极快。怎么样？我抬头看他，摘了口罩和帽子之后，他第一次看清我在这个距离的正脸，他的目光微微变了。手术成功，流体全铅，脑干功能完好，后续在 ICU 观察48小时，没有问题就能转普通病房。他的肩膀明显放松了1寸。站在他身后的沈妍希看到我的脸，整个人僵住了。沈河，你是医生？你怎么会给陆爷爷做手术？沈妍希的脸上全是不可置信。走廊里的人都看过来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没回答。术后医嘱我写好了 ，ICU 那边交给孙主任盯着就行。说完，我拿起外套往电梯方向走。等一下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站定，沉默了2秒。你是沈河？对，他的喉结动了动。那桩娃娃亲跟我没关系了。陆先生，你的妻子在后面等你，不用送。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脸上的表情复杂的我懒得去分辨。陆老爷子在 ICU 待了48小时后，顺利转入普通病房。第3天他醒了。给我做手术的人呢？主刀医生已经回去了。老爷子精神头不错，虽然还插着监护仪，但意识清醒。叫什么名字？沈河。陆老爷子沉默了整整半分钟，然后他转头看向病床旁边的陆衍舟。沈河是沈家那个丫头。陆衍舟点头。当年那桩娃娃亲，爷爷，那桩亲事，妍希嫁进来的时候，就等于是替了他的位。现在，老爷子猛地睁开眼，一巴掌拍在被子上。混账！你说什么？沈家那丫头，那个救了我命的丫头，原本是我陆家的孙媳妇。病房门外，沈妍希端着保温壶站着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她没有推门进去，转身走了。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越来越快，后来几乎是在跑。她打了一个电话，帮我查审核，查他所有的底细。3天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沈妍希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一页页翻着那份资料，每翻一页，她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沈河，24岁，14岁跳级参加高考，省理科状元。进入华清大学医学院本硕博连读，21岁毕业，同年进入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。22岁发表 SE 论文12篇，其中1篇发在《柳叶刀神经病学》。23岁晋升副主任医师，创该国最年轻副主任纪录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，被中国医学科学院喷为特邀研究员。
今年获得全国10佳青年医师称号。沈妍希把资料摔在茶几上，手在发抖。这个在小地方长大、没有任何资源的女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她随便站出来就能救陆老爷子的命？凭什么她穿着一件铺卫衣就能让协和的专家们恭恭敬敬？她深吸一口气，掏出手机给闺蜜发了条消息：后天的医学慈善晚宴，你能帮我弄2张邀请函吗？她不信沈河在那种顶级社交场合还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从容，脱了白大褂，她就是个没背景、没人脉的小镇姑娘。到时候出丑的只会是她。医学慈善晚宴在京城最顶级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，出席的人里有院士，有卫生系统的重要人物，有各个大医院的院长，有医药集团的老板。这是全国医疗行业1年1度的顶级盛会。我收到邀请函的时候有些意外，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。小何，有个青年成就奖要颁给你，务必来。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。当天穿了一件黑色修身礼服，简单但剪裁利落，没戴首饰，头发还是利落的马尾。做手术的人不留长指甲，不戴夸张配饰，这些习惯已经刻进了骨子里。走进会场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沈妍希，她坐在第3排，穿着一件价格不菲的高定礼服，耳环在灯光下晃得刺眼。看到我，她笑了笑：“沈河，你也来了，来，坐我旁边。”她故意提高了音量，周围有几个人看过来，我没走过去。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已经迎上来：“沈医生，您的座位在前区 VIP 主桌。”沈妍希的手僵在半空，第1排 VIP 席，而她托关系才在第3排。看来沈河今天是嘉宾啊，失敬失敬。我对工作人员点头致谢，径直走向第1排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院士，神经外科领域的泰斗级人物陈学周院士。小何来了，论文我看了，漂亮。下次出国参加世界神经外科大会，跟我一块儿去。好，谢谢陈院士。颁奖环节到了，大屏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和允历，全场安静了3秒，然后是掌声。本年度青年医学成就奖，沈河，中国最年轻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，全球脑干肿瘤手术成功率最高纪录保持者。后面还有一长串头衔。我走上台，接过奖杯，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。我站在话筒前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谢谢，我是医生，治病救人是本职，不值得嘉奖。真正值得嘉奖的是那些信任我的患者。”然后我下台了。会场里的人还在鼓掌，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第3排，沈妍希坐在座位上，脸色惨白，双手攥紧了裙摆。她旁边的位置多了一个人，陆衍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。他看着台上，确切说是看着我的眼神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脸上见过，是一种懊悔到极致的复杂，像是丢了一整座金矿，偏偏是自己亲手扔掉的。回到座位，陈院士低声和我说着学术上的事，我认真听着，偶尔点头回应，没有再看他们一眼。晚宴结束后，我走出会场，夜风吹过来，3月的京城还有些冷。我拢了拢头发，低头找手机准备叫车，身后有脚步声，很快越来越近。沈河，我没转身，脚步声停在我身后1步远的地方。陆彦舟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过的沙哑：“当年那桩亲事是我不知道真相，如果我知道你才是……如果你知道，那你想怎样？”他张了张嘴，我继续说：“陆彦舟，你娶沈妍希的时候知道她不是沈家亲生的吗？”他的目光闪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你知道的，你知道鉴定结果，知道真正的沈家女儿在外面，但你还是娶了她，因为你们陆家要的不是沈家的血脉，是沈家的资源和联姻关系。不管那个人是谁，只要顶着沈家女儿的名头，你就娶。他的脸色一寸一寸沉下去。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如果知道，你现在后悔不是因为对不起我，是因为发现沈妍希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，而我可以。我转身走向路边的出租车，拉开车门之前，陆先生，我的价值不靠任何人定义，你的后悔也不值钱。车门关上，车子驶入夜色，后视镜里他站在原地，风吹起他大衣的下摆，一动不动。陆老爷子出院那天亲自给沈家打了电话，不是客套的感谢，是拄着拐杖到了沈家大门，当着沈老爷子的面鞠了一躬。老沈，你孙女救了我这条命，当年那桩亲事是我们陆家对不住你家丫头，我这把老骨头没脸求什么，只求你转告小何，陆家欠他一条命。老陆，你别这样，小何那丫头有主意，她不在乎这些。是的，我不在乎。那天我正在协和的手术室里做另一台手术，一台经别入路的垂体瘤切除术，不算大手术，但患者是个17岁的高中生，垂体瘤压迫式交叉导致视力急剧下降，再不手术就要失明。手术顺利结束后，我在休息室看到了一堆未读消息。小何，陆老爷子今天来家里了，你空了回来吃饭。妹，顾家那个顾灵安今天又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了，我没给。我把手机放下，揉了揉脖子。沈妍希的处境我知道，陆老爷子回家之后知道了所有事情，大发雷霆，说陆家不能留7名到嫁的人。陆衍舟沉默了3天，最终同意了离婚。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京城各大圈子又是一阵沸腾。
沈妍希从陆家被净身出户的那天，我正好路过协和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买咖啡。她站在便利店外面的路边，一个人，没有了那些精致的高调裙和钻石首饰，穿着一件米色风衣，妆容还是精致的，但眼底有明显的乌青。看到我的时候，她整个人僵住了。我端着咖啡走出来，和她对视了2秒。沈河，你满意了？什么？你抢走了一切，沈家、陆家名声地位，你全都抢走了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里面有恨意，有不甘，还有一种扭曲的委屈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味道还行。然后我说，沈妍希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你拿了23年别人的人生，现在还回来了，不叫被抢。她的眼圈红了。我从小在沈家长大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，凭什么一张 DNA 报告就能否认23年的感情？那你呢？我打断他。3个月前你拿到鉴定结果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他闭嘴。你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你加速嫁进了陆家，你想趁我回来之前把所有能拿的都拿走。沈妍希，你口口声声说感情，但你比谁都清楚，你在乎的从来不是感情。他退后一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打中了。我把空咖啡杯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你和我不一样。我看着他，我从来不需要一个姓氏来给自己撑腰，你需要。所以你失去了沈家女儿这个身份之后，什么都不是。我转身走了，没有回头，身后没有声音。走出几步之后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协同的电话。沈医生，您下午的触诊可以开始了，有2个预约的患者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加快脚步，穿过便利店前的十字路口，春天的阳光照下来，暖洋洋的。3个月后，我正式入职协同医院，成为神经外科最年轻的主医医师，同时被聘为华清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。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，我作为中国代表做了主题演讲，全场起立鼓掌。那天晚上回到酒店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一条消息，是陆彦洲发的。你还好吗？我看了2秒，把消息删了。有些人的后悔来得太迟了，迟到连回复都是浪费时间。沈家那边，沈老爷子把家里的一部分股份转到了我名下，我没有拒绝，但也没有去公司上班。爷爷，我就是个医生，做手术是我的事，钱和公司让大哥二哥管就行。老人红着眼点头。好，听你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在京城买了一套靠近医院的小公寓，一个人住，每天早上7点出门，晚上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回家。偶尔去沈家吃顿饭，和2个哥哥拌几句嘴，日子平淡而充实。有天深夜，我做完一台急诊手术，凌晨2点从医院出来，春末的夜风带着花香。我站在医院门口等出租车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：沈医生。抬头，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停在不远处，车窗摇下来，是顾临安。他从车里探出半个身子。凌晨2点了，怎么一个人？刚下手术。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我看了看空荡荡的路面，又看了看远处迟迟不来的出租车，拉开了副驾的门，车子平稳地驶入夜色。顾临安一手把方向盘，一手把座椅加热打开。冷不冷？还好。他从驾驶座摸出一瓶温水递过来。喝点水。9个小时的手术很累吧？我接过水瓶，拧开喝了一口，没问他怎么知道我手术了9个小时，也没问他为什么凌晨2点在医院门口。有些事不用问。他靠在座椅上，侧头看了我一眼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发动机轻微的嗡嗡声。沈河，你知不知道你做手术的样子很好看？我偏了偏头。不是那种肤浅的好看，是那种很笃定的好看，像是全世界都在你手里。我沉默了2秒。你凌晨2点跑到医院门口就为了说这句话？他笑出了声，好看的、明亮的，没有任何算计的笑。也不全是，主要是想看看你。车子在我公寓楼下停稳，我推开车门，下车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眉眼舒展，没有那种沉重的压抑。顾临安，谢谢你的水。我关上车门，走进公寓楼。身后那辆车停了很久才离开。走进电梯的时候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还是做手术的那双手，指节分明，没有一丝多余的颤抖。这双手救过很多人的命，也将继续救下去。至于其他的事，家族的纠葛，错位的姻缘，迟来的追悔，我沈河的人生从来不需要靠别人来定义。我走过最难的路，握着最稳的刀，未来路还很长，而我从不回头看。正式入职协和的第3个月，我收到了国家脑科中心项目组的任命文件。王建国主任把文件递我时，笑得比我还高兴。小何，24岁的首席青年专家，协和多少年没出过了？我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见项目启动时间下周1，这么急？上面盯得紧，这几年脑科学是重点项目，尤其是脑损伤修复和儿童神外数据库，你正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行，我合上文件。就这丝毫犹豫，还有什么反应？你呀，拿3000万经费跟接一台普通门诊似的。我没说话。对我来说，经费也好，头衔也好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能不能把病人从手术台上带下来才重要。晚上我回沈家吃饭，沈老爷子早就听说了消息，饭桌上高兴的多喝了半杯酒。小何，爷爷就知道你有出息。大哥沈延洲也笑。项目启动会那天，沈家会派人过去。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，不用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医学项目，不是沈家的项目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饭桌安静了一阵，沈老爷子看了我半晌。好，听你的。二哥沈年轻推了推眼镜，笑了。大哥，你还不懂小何，他最不喜欢别人替他撑场子。我没接话。吃完饭，管家送来一份请柬。三小姐，这是周家送来的。我打开看了一眼，启明医药，周启明，国内做神经修复药物的老牌企业，最近几年一直想进入国家项目合作名单。周家和沈家有合作，他们想见你一面，谈谈脑科中心项目。我把请柬合上，项目合作走公开评审。
小何，商业合作有时候不只是技术问题。沈延洲提醒我，周家背后关系不浅。我看着他，要进人梯之前，是技术也是人命问题。他沉默了。沈老爷子忽然笑了一声，好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有骄傲。我沈家的孙女不靠人情吃饭。我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，可第二天早上，我刚进医院，就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太对。护士站的小护士欲言又止，电梯里有人低声议论，就是我拿出手机，热搜第一，24岁首席专家沈家真千金凭什么拿下国家脑科项目？配图是我从沈家老宅出来的背影。评论区里第一条高赞写着：医学也开始拼爹了吗？我看完那条热搜，关掉手机，照常查房。1号床术后恢复良好，3号床夜间有轻微头痛，需要复查 CT。7号床的小男孩今天能看清床头的字了，母亲抓着我的手，一直说谢谢。我把病历写完，才去王建国办公室，他正站在窗边打电话，脸色很沉。见我进来，他挂断电话。小何，这事明显是有人推，院里准备发声明。没用。王主任愣了一下，我把一摞病历资料放到桌上。开公开评审会，他皱眉。什么评审？把我过去5年的高难度病例、论文、手术视频、术后随访全公开给专家组复核，那就看技术。王主任看了我几秒，然后笑了。行，够狠。当天中午，协同官网发布公告，国家脑科中心项目启动会前增设公开学术评审会，评审对象、审核、评审内容、既往手术病例、科研成果、临床数据完整复查。公告一出，网上骂得更凶。自己医院评自己人，有意思吗？普通人又看不懂病例，真有本事请院士来。下午3点，陈学洲院士转发了公告，只有4个字：我会参加。随后，华清医学院院长、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所所长、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亚洲区秘书长陆续确认参会。评论区终于安静了。晚上，我在办公室整理病历，一直到9点。门被敲响，顾海安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份热粥。沈医生，吃饭了吗？我看了一眼桌上的咖啡，吃了。他低头看咖啡杯，原来咖啡也算饭。我没理他，他把粥放下，语气自然。皮蛋瘦肉粥没放葱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葱？上次送你回家，你把粥里的葱全挑出来了。我沉默2秒，打开粥盖，热气冒上来，刚吃2口，顾林安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一张照片，包厢里周远明坐在主位，对面是几个媒体人。桌上放着文件袋，文件袋露出一截纸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审核案。我手里的勺子停住。热搜是周启明推的，他想逼你松口，让启明医药进项目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证据可靠吗？可靠。我把照片发给王建国主任，1分钟后，他电话打来。小何，这已经不是质疑了，这是商业抹黑。先别发。为什么？我看向窗外，夜色很深，医院楼下还有救护车的灯在闪。明天评审会之后再发。电话筒沉默了2秒，王主任轻轻吸了口气。你是想让他摔得更彻底？不是。我合上病历，我是想让所有人先看清楚，我到底凭什么站在这里。公开评审会当天，协同最大的照题厅坐满了人，前排坐着院士、教授、领导，后排是各大医院医生和媒体，线上直播同步开启。我站在台上，打开第一份病例。第一例：大脑中动脉巨型动脉瘤蛱蝶术。大屏幕亮起，术前影像、手术路径、术中视频、术后追访，一项项摆出来。台下很安静。第二例：脑干海绵状血瓜瘤切术术。第三例：儿童松果体区肿瘤联合入肚。我没有解释自己有多难，我只讲数据、出血量、术后并发症、功能保留率、患者追访时间。讲到第6例时，坐在前排的一位老教授突然拿起话筒：“这个入路是你自己设计的？”“是。”“术前模拟几次？19次。”老教授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2个字：漂亮。直播弹幕开始变了，虽然看不懂，但专家表情好认真。刚才说话那个是神外泰斗吧？19次模拟，这还能说靠背景？3个小时后，全部病例复核结束。陈学洲院士拿起话筒，外题厅瞬间安静。他看着镜头，声音不高，却很清楚。我从医50年，见过很多所谓天才，有的人靠包装，有的人靠资源，有的人靠运气。他顿了顿，审核不是。我站在台上没有动。他的手术记录、学术成果、临床数据都经得起同行审查。说他靠背景，是对医学的无知，也是对医生的不尊重。掌声响起，从前排到后排，越来越响。我微微弯腰。评审会结束10分钟后，协和法务部发布声明：周启明与媒体人会面照片、营销号收款记录、黑稿传播链一并公开，舆论彻底反转。所以是药企没进项目，故意黑他。人家拿命做手术，他拿钱买热搜，审核这波太稳了。下午5点，启明医药股价下跌。晚上7点，周启明打电话到沈家，听说在电话里一直求老爷子帮忙。那时我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。沈医生，车祸伤，颅内大出血，情况很危险。骗子呢？他把 CT 递给我，右侧一膜外血肿，中线移为明显，再晚一点就会脑射，准备开颅。我看完片子，护士迟疑了一下，怎么了？患者是周启明的儿子。走廊那头，周启明冲了过来，几个小时前还在镜头前躲避记者的人，此刻脸白得像纸。他看见我，嘴唇抖了抖。
沈医生，求你救救我儿子！手术同意书递到周启明面前时，他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，签了3次，名字才写完整。我接过同意书，转身进手术室，身后他的妻子哭到几乎晕倒。沈医生，你真的主刀吗？手术台上没有私人恩怨，手术开始，开颅，清除血肿，减压，止血。周承泽很年轻，但撞击严重，脑组织肿胀明显，显微镜下血管跳动得很急，外界与完全齐。我盯着术网，手没有一丝晃动。4小时后，血肿清除完成；6小时后，颅压下降；7小时后，我缝合最后一层头皮，送 ICU。走出手术室时，已经凌晨2点。沈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命保住了，接下来48小时看脑水疹情况。他的腿一软，差点跪下，周围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准备离开，身后周启明忽然哑声开口：“沈医生。”我停步，对不起。走廊里很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道歉留给法院。说完，我进了更衣室。第2天上午，周承泽术后稳定的消息传出，网上再次炸开。被他爸抹黑的人救了他儿子，这才是真医生。沈河不是靠沈家站起来的，他是靠自己站上去的。下午，周志明公开接受采访，镜头前他整个人像老了10岁。我承认，是我因为项目合作被拒，心生怨恨，找人恶意抹黑沈医生。他说到这里停了很久，但在我儿子生命垂危时，沈医生没有任何犹豫，救了他。他低下头，我向沈医生公开道歉，也愿意接受法律后果。这段视频发布后，协同的评审会直播回放播放量破亿，国家脑科中心项目启动会也成了全网关注的焦点。启动会当天，我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装裤走进会场，我站在台上讲神经再生，讲儿童复杂脑肿瘤数据库，讲基层神外医生培训体系，没有一句空话，每个方向都有预算、节点、评估标准。讲到最后，我放下遥控笔。医学不是少数人的高塔，顶尖医院能救的人有限，但体系能救更多人。台下安静下来，我看着所有人。我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证明我是谁，是为了让将来更多医生面对高难度病例时，不必只说一句没办法。掌声响起，这一次比评审会时更久。启动会结束后，我走出会场，夕阳落在京城的高楼之间，风吹过来，带着一点春末的暖意。顾临安站在车边等我，手里照旧拿着一瓶温水。你很闲？不闲，但今天想送你回家。我接过水，没有拒绝。车子开上高架，夕阳从挡风玻璃前落进来，把车厢照得很暖。顾临安把车开得很稳。到公寓楼下时，我解开安全带。沈河，我转头，他握着方向盘，看着前方。我知道你不需要谁，我没说话。我也知道你不会因为谁对你好，就轻易停下来。车厢里很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侧头看我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神很认真，没有试探，没有算计。我没时间谈恋爱。我有时间等。我推开车门，不耽误你做手术，不影响你救人，也不让你回头。我的手停了一下，不让你回头。这句话很轻，却比任何告白都重。我没有回答，关上车门，走进公寓楼。电梯上行，镜面里映出我的脸，还是很平静，只是心口某个地方像被很轻的碰了一下。回到家后，我洗了澡，坐在窗边擦头发。手机里有很多未读消息，沈老爷子的、大哥的、二哥的。我点开陆衍洲那条，只有一句话：沈河，对不起。我看了2秒，删除。有些人的后悔来得太迟，迟到连回应都是浪费时间。窗外的京城灯火明亮，远处救护车的鸣笛声划过夜色，很快又消失在城市深处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还是那双手，指节分明，掌心有长期握器械留下的宝茧。这双手救过很多人的命，也会继续救下去。迟来的亲情，错位的姻缘，旁人的质疑和追悔，都只是我人生里经过的风。而我沈河，从来不靠任何人定义自己。我走过最难的路，握着最稳的刀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而我从不回头看。